好的，开篇送上视频就想表达一个观点，这里是老 K 足球新闻，一个有温度的足球频道。至于牛头不对马嘴，两者之间毫无关系，管他的呢。老 K 终于等到了阿根廷队公布世界杯26人大名单，卫冕冠军这一次真是把谱都摆齐了。那么名单上最显然的，皇马马斯坦托诺，还有包括加纳乔、布恩迪亚、塞内西、阿库尼亚都没有入选。皇马的部分老球迷一定是拍手称快，而另一方面最有意思的是小西蒙尼，他的父亲就是马竞主教练老西蒙尼。老西蒙尼，迭戈西蒙尼曾经在98年法国世界杯跟后卫巴勃罗帕斯同时入选阿根廷，而这次巴勃罗帕斯的儿子尼科帕斯又跟西蒙尼的儿子小西蒙尼共同为国出征，所以他们4个人一起成为了阿根廷历史上一对世界杯父子啊，一对父子就是4个人。那么老巴勃罗帕斯在98年世界杯只出场过1次，小组赛最后一轮1-0战胜克罗地亚，而老西蒙尼就是绝对的主力，甚至在98年世界杯是最大的主角之一。1/8决赛就是他制造了贝克汉姆的红牌，也成为阿根廷国内16强战淘汰英格兰队的英雄。本赛季小西蒙尼在马德里竞技已经是首发的位置，多场比赛都能发挥关键作用。而小尼克帕斯他在意甲的科莫队度过了梦幻般的赛季，世界杯后多半会重返皇家马德里，所以下个赛季这哥俩在马德里德比还能够经常见面。咱们客观来说，老西蒙尼当年的球员时代太辉煌了，在国际米兰也算巨星，在巴西队也相当于巴西队队长邓加、法国队队长德尚的地位，所以小西蒙尼再神勇也很难在成就上超过他爹，但在国家队尼科帕斯的成就必然超过他爸爸。好，前面咱们已经聊过了英格兰、德国队、法国队、巴西队，而这次聊阿根廷啊，阿根廷老 K 比巴西还要更不看好，而且他们当然现在扩军后的世界杯说阿根廷队小组不能出线，那确实哗众取宠。只是这一份26人名单呀，确实缺乏星象。本次大名单有17人参加了22年的世界杯，再加上22年世界杯由于伤病缺阵的勒索尔索和尼克拉斯冈萨雷斯，还有曾经随队参加过21年美洲杯的穆索，所以实际上这份26人名单稳定的老球员就多达20人。在22年世界杯夺冠以后启用的新人其实只有6位，马赛队的后防巴列尔迪和梅迪纳，效力于巴西甲级联赛的高中锋何塞洛佩斯，还有3位小将尼科帕斯、小西蒙尼和巴尔科。落选的球员像塞内西、布恩迪亚、卡帕尔多，过去也是边缘的替补球员，即使入选意义也不大。就像上届世界杯22年开赛前福伊特受伤，当时阿根廷球迷万人祈福，希望他不要错过世界杯，但最后也仅仅在半决赛最终大比分领先的情况下有过出场记录。所以过去4年成长起来的阿根廷新秀少得可怜，那么即使入选的26个人都比较一般，所以落选的几位也就没有什么遗憾不遗憾的。超过30岁的球员有大马丁、穆索、鲁利、德保罗、奥塔门迪、塔利亚菲科、帕雷德斯、梅西8位。而最关键对比4年前呀，阿根廷的阵容缺少变化。但作为老球迷，大家记忆里面98年世界杯当时雷东多和卡尼吉亚落选，02年萨维奥拉落选，06年国际米兰的萨内蒂、萨穆埃尔落选，德米凯利斯落选，2010年主教练马拉多纳将里科尔梅、坎比亚索、特维斯等球星都直接放弃。而到了2018年更惨，世界杯前阿根廷的主力阵容都没有确定，4场比赛都在大范围的更换首发阵容。所以相比来说，过去几十年啊，这一届2026年的阿根廷队呢，打出来的牌确实跟4年前就差不多，可以说很稳定很团结，但也可以说基本就是4年前那支阿根廷队，只是都老了4岁。那么可能唯一有点争议就是右边后卫蒙铁尔嘛，本身实力确实已经不太行，而且又有伤，如果真让他上场，这一侧可能是对手针对的一个大弱点。那么现在无论哪个强队提交的26人名单，其实部分球员仍然在养伤啊，所以到最后首场比赛之前仍然有机会进行一些局部的代替。但还有一点，勒塞尔索作为主教练斯卡洛尼最信任的球员之一，他其实刚刚经历了自己过去最差的一个赛季。只看数据的话，这赛季是勒塞尔索贡献最少，出场时间也最少的，这主要是因为伤病原因，本赛季他是打打停停，他一直是个玻璃人，他的踢球风格呢也很容易丢球权，所以阿根廷的后防线可能会顶不住。22年勒塞尔索没有入选反而是好事，反而激发了恩佐麦卡里斯特。4年前的世界杯，阿根廷球迷都在担心勒塞尔索也受伤了，尼克拉斯冈萨雷斯也受伤了，怎么办？但最后主教练斯卡洛尼大胆地启用新人，
所以勒塞尔索在世界杯到底打不打主力，怎么打，这确实是个悬念。过去他是斯卡洛尼这套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上届世界杯如果不受伤，他是仅次于梅西的第2号核心人物。而另外布恩迪亚，他和梅西的位置有些重叠，但上届世界杯迪巴拉也和梅西重叠，就带上了。本届的布恩迪亚在欧联的半决赛、决赛发挥绝对大腿级别，这最后也不给个机会。其实布恩迪亚既能够突破有威胁，又有远射的能力。这种前场球员到了强强对话需要破局的时候，往往很有用。但没办法，每个国家队都讲关系，都有属于自己的江湖故事。巴西队的若昂·佩德罗，阿根廷的布恩迪亚，英格兰的亨德森，这都是所谓人情世故。好，随着这份名单公布，梅西目前的数据上，他已经是所有球员参加世界杯比赛最多的，参加了5届26场，第2名马特乌斯5届25场，第3名克洛泽4届24场，第4名 C 罗5届22场。好的，另外一方面，过去我们说西甲的马德里竞技是为国仰视。本次世界杯，阿根廷队国脚最大的输送方就是马竞，共有6名球员入选，而法甲的马赛队有3人入选，排名第2。从联赛的整体分布来看，西甲联赛贡献了7名阿根廷国脚，英超联赛紧随其后，共有5名阿根廷国脚，法甲联赛同样也是5名。这一支球队里面除了梅西就是奥塔门迪，梅西一共有198场代表阿根廷的出场记录，也正在继续刷新着这项世界纪录。而奥塔门迪130场出场紧随其后，这2个人加起来一共就有328场，占到了全队总量的1/4以上。26名名单中的阿根廷国脚累计为阿根廷出战了1223场比赛，而全队阿根廷平均年龄28.5岁，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平衡点。最年长的当然是梅西38岁，最年轻的尼科帕斯和巴尔科只有21岁，和队长梅西相差了17岁的年龄跨度。而另外球队内25岁以下的球员已经有6人，这说明阿根廷队的更新换代也在悄然完成中。说到阿根廷队4年前的冠军，最重要的功臣就是主教练斯卡洛尼。2018年世界杯失败以后，当时阿根廷处于最低谷，桑保利时代带来的混乱，还有梅西和各位老将被阿根廷国内各种质疑，压力山大，阿根廷足协的形象也全是腐败。当时的国家队帅位成了烫手山芋。最开始选择斯卡洛尼呢，可能只是想作为过渡人选，因为他毕竟不是豪门级的名帅，而阿根廷这个国家过去几十年产量最大的就是世界级名帅。最开始阿根廷舆论对斯卡洛尼完全不信任，甚至直接将国家队讥讽为梅西的朋友圈。那么当年斯卡洛尼上台之后，最重要的是提出了3件事。第一，重新建立阿根廷更衣室的信任；第二，让梅西从被迫要扛一切变成体系的核心，这也给球王卸下了重担，有利于他的发挥。第3件事，愿意根据不同的对手改变阵型，而不是死守一个阵型。斯卡洛尼随后带队拿到了2021年美洲杯冠军、22年世界杯冠军、22年欧美杯冠军和24年的美洲杯冠军，短时间内能够拿到重要的3座大赛奖杯，让斯卡洛尼直接从临时工变成了阿根廷史上最成功的主教练之一。要知道，过去虽然阿根廷足球传统里的名帅不少，但真正能在历史级别的 GOAT 在球王梅西身上能够拿到冠军的就只有斯卡洛尼。不过在2023年当时击败巴西队以后，斯卡洛尼突然公开的宣布自己要重新思考未来，甚至要离开。当时他说阿根廷队需要一位带着全部能量的教练，并承认这个标准很高。这说明斯卡洛尼当时肩上的担子就太大了，冠军的压力太大了。球迷已经不满足于你踢得好，而是默认你阿根廷队就必须持续的赢球。可后来由于他跟足协主席塔皮亚的关系非常好，再加上和梅西之间有 great relationship， 所以斯卡洛尼继续留任。他带的阿根廷不是那种战术控球狂魔，也不是那种高位逼抢的疯子。斯卡洛尼最重要的战术标签2个字：平衡。他的阵型随时可以切换为4-3-3、4-4-2或者4-3-1-2。梅西在场上的时候，球队就会围绕梅西的自由跑位来设计战术。梅西不在，那球队照样通过中场控制和边路的推进去赢球。斯卡洛尼明确地说过，阿根廷队要以同样的方式运转，不管梅西在不在场，这就给整支球队建立了一种安全感。梅西确实是最高级的武器，但现在确实老了，阿根廷队不能只有梅西。换句话说，这也给38岁的梅西彻底卸下了重担。你想打就打，不打咱们阿根廷队照样要冲击冠军。所以斯卡洛尼和梅西之间的关系互相非常尊重，
既非常的信任，但也不过度依赖。梅西仍然是队长，也是精神领袖。去年的时候，斯卡洛尼说过，梅西也想参加26年的世界杯，但决定必须要看到时候的身体状态。他还称梅西是我们当中最聪明的人，梅西知道我们所有人的想法是怎样的。所以这个平衡点呀，老 K 就很佩服斯卡洛尼，既没有把梅西捧得高高在上，也没有把他贬为普通球员，这就保持了一种平衡。整个阿根廷全队并没有变成梅西的附属品，梅西可以在场上自由移动，也可以回撤组织，可以在右路打内切，也可以在必要的时候被大家保护起来，节省体能。而战术方面，斯卡洛尼的一大悬念就是锋线到底选用老塔罗还是胡里安·阿尔瓦雷斯。对于这一点，斯卡洛尼表示会一场一场的打，一场一场来决定，甚至这两个人是可以同时出场的，但前提是阿根廷队要保持平衡。所以老塔罗也好，阿尔瓦雷斯也罢，不是谁的名气大谁就首发，而是到时候看谁更适合对手和自己的比赛计划。这一点就非常好的处理了阿尔瓦雷斯和老塔罗之间的关系。小蜘蛛本人在采访中也说过，他跟老塔罗之间的竞争是健康的，两人也可以一起踢球。好，第三的一点，斯卡洛尼对队里面的年轻人给予充分的机会，但也不随便的乱换血。这一次有巴尔科、尼科帕斯、小西蒙尼还有何塞洛佩斯这么多新人，说明斯卡诺尼是一点都不保守。但是加纳乔、马斯坦托诺、迪巴拉也落选了，这说明他的选人非常的客观，看当下的状态，也看你在体系中能扮演什么角色，不是只看名气和社交媒体的热度。说实话，现在阿根廷的年轻化并不是太顺利，最重要就是在国家队年轻人在实战中的质量目前是个疑问。那么球员方面，梅西就不用介绍了，我们只是很庆幸啊，过去2年梅西一直说我也不知道自己到底能不能踢世界杯，只能到了最后再决定。但现在所有的球迷都幸福了，梅球王他来了。现在这位老将肯定已不复当年之勇，不再是2012年当年那种全场爆破型的了。他现在只是阿根廷队的节奏器，专门处理最后一传。在场上他可能从右路内收，也可能站在双前锋身后。阿根廷队比赛中最理想的画面是中场有3个人帮他去跑去抢，保护空间，而梅西负责最后一脚传球或者定位球，还有在禁区前到底如何决策，这是他最大的作用。但球王现在最大的隐忧是身体，就在名单发布以前，梅西因为左腿筋过度疲劳，在联赛中主动要求被换下场。现在各种报道说是肌肉疲劳加上过载，什么时候复出还要看最后的临床和功能评估。说到这里啊，老 K 就要批评美职联了。梅西都38岁了，你能这么用？说真的，早就该歇息了，每2个月打1场比赛，或者1个月打半场比赛就够了。这都到了5月份，最后让梅西肌肉疲劳受伤，无论算哪笔经济账，太划不来了。所以希望所有的球迷举起你们的双手，就像七龙珠里面的接王拳一样，我们把能量都接给梅西，你千万要保持健康啊！好的，球员第2位，咱们说说老塔罗马丁内斯，国际米兰的队长，这一届阿根廷队最稳定的禁区终结者。还记得2年前的美洲杯决赛，加时赛第112分钟，老塔罗打进制胜球。那场比赛里面，梅西受伤离场，正是老塔罗的进球帮助阿根廷夺冠。所以有老塔罗在，阿根廷不是只有一个梅西。他现在跟小蜘蛛阿尔瓦雷斯就是斯卡洛尼手里的2把尖刀。老塔罗更像是禁区内的终结者，而小蜘蛛阿尔瓦雷斯年纪更轻，他是整个前场跑动的机器。现在随着年龄也增大，老塔罗过去也谈到想未来回到阿根廷踢球，想回到青训时代效力的竞技俱乐部。2014年，当时老塔罗加入了竞技俱乐部 U17 的青训。2015年11月在一线队首秀，替换下场的正是迭戈米利托。而2018年转会到意甲的国际米兰，咱们米利托也是当年在国际米兰帮助拿到了欧冠和3冠王，并且现在竞技俱乐部的主席正是迭戈米利托，这2人的私交极好。所以老塔罗在世界杯最适合他的剧本是梅西或者阿尔马达在禁区前给他最后一脚传球，然后老塔罗完美的 first touch 抢点，他倒不需要每场都必须首发，但如果阿根廷落后或者需要解决问题的时候，老塔罗是最重要的攻击手，堪称屠龙宝刀。好，第3位小蜘蛛阿尔瓦雷斯。阿尔瓦雷斯过去在国内河床队成长起来，之后去了曼城，效力于瓜迪奥拉手下，现在又在马德里竞技被西蒙尼好好的调教了一下，他的无球跑动能力是最好。
阿尔瓦雷斯甚至是当今足坛最擅长无球跑动的前锋。他最特殊的价值是从来不是只等球，他会跑动，会压迫，会回撤，而且非常愿意为梅西去拉开空间。我们都知道马德里竞技西蒙尼无论是哪个位置的球员都要把你培养成六边形战士，所以这一段经历对阿尔瓦雷斯的成长也非常的有益。去年世界杯预选赛阿根廷4-1大胜巴西队那一场，梅西不在，劳塔罗也不在，是阿尔瓦雷斯开场不久就破门，最后恩佐、麦卡里斯特、小西蒙尼都有进球。那场比赛是主教练斯卡洛尼的代表作，是在没有梅西的情况下阿根廷队怎么踢球的一个样板，并且性格方面，阿尔瓦雷斯在球队里面从来不夸张不抢戏，但到了大场面往往很管用。所以战术方面，如果阿根廷队要打高压逼抢，阿尔瓦雷斯比劳塔罗更适合打首发。如果要打双前锋，他可以在劳塔罗身边打一个二前锋，而且跑动会非常积极。而如果梅西需要上场，需要有人保护他的体能，这时候阿尔瓦雷斯就可以分担梅西在前场第一道防守的任务。所以我愿称阿尔瓦雷斯是阿根廷队的倚天剑。 OK， 阿根廷队第4位关键性的人物，门将大马丁内斯，这是一个真正的英雄，同时也是一位伟大的演员，也是阿根廷队最能制造争议的机器。大马丁内斯在22年世界杯点球大战中的表演，时至今日都记忆犹新。还有在24年美洲杯的淘汰赛，他总是能扮演关键角色，尤其在点球大战影响力极强。24年美洲杯对厄瓜多尔，他又扑出了关键性的点球，但在场上他也是最容易引发争议的球员。24年国际足联因为不当的行为对他停赛2场，当时阿根廷足协表示坚决不同意，可随后也有关于他道歉的表态的报道。大马丁内斯一直是法国球迷又恨又怕的门将，一方面他有技术有心理战的能力，另一方面他的庆祝挑衅还有那种最佳演员周星驰一样的舞台感，往往让他成为反派角色。所以中立球迷喜欢足球可以从大马丁内斯开始，他可不是那种传统意义上只懂得扑救的门将，他在后防线能带来巨大的心理安全感，俗称气场日本人叫结界。而且在点球大战前，你看他的各种肢体语言，各种微表情，对阿根廷队来说，他就是门线上的战术核武器。好的，第5位必须说到切尔西恩佐，他这2个赛季在切尔西成长起来速度太快了，现在他已经是世界最顶级的中场。恩佐既能踢6号位也能踢8号位，他在中后场能够大范围的转移球，而在去年阿根廷4-1大胜巴西那场比赛，他也有进球。他不仅是组织者，也能够前插和攻击。老 K 还记得24年美洲杯之后，当时恩佐因为在庆祝中有歧视性的歌曲卷入了巨大争议，他的切尔西队友福法纳还对他进行过激烈的批评，甚至法国足协还公开提出投诉，切尔西俱乐部和国际足联都介入了。随后恩佐公开进行道歉。所以在恩佐的身上，除了球技好之外，那种独属于阿根廷球员的性格，南美洲国家很多，而且每个国家队有色人种都挺多的，唯有阿根廷历史的渊源，老 K 就不在这里废话了。但我们都知道，第2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德国和意大利纳粹许多高级军官都跑到阿根廷改名换姓，长期隐居在此。所以过去西蒙尼说过一句话，任何一支想成为冠军的球队都必须至少拥有一名阿根廷球员，因为所有人都需要我们阿根廷人这种性格。作为几十年的老球迷，无论你喜不喜欢阿根廷，我觉得这句话真的是太传神了，尤其是我们国际米兰过去几十年受益良多。所以接下来就必须谈到梅西身边的2位保镖，麦卡里斯特和德保罗。麦卡里斯特本身全家都踢球，他的父亲卡洛斯还有兄弟都是职业球员。在国家队，麦卡里斯特的价值体现在聪明，他既能够踢左边的8号位，也能够压到禁区前，还能够回撤接球。要知道，阿根廷队要想让梅西踢得舒服，靠的不仅仅是给他传球，还必须要有人替梅西补位、接应、拉开防守，而麦卡里斯特就是这种人。另外，德保罗，传说梅西的老婆永远不会为梅西和某个女孩吃醋，但唯独就是看不惯德保罗天天黏着我们梅老板。德保罗在阿根廷更衣室作用巨大，不管是场上场下，甚至在厕所里，他都跟梅西形影不离。他不仅在场上为了保护梅西而覆盖全场，而且各种缠斗，保护梅西身后的空当。现在他当打之年，直接从马竞加盟迈阿密国际，直接和梅西当俱乐部的队友。
所以有他在，球王身边就有一种360度无死角无盲区的保护罩，金钟罩。哈哈，所以刚才提到这所有的人形成了一个完美的团队，这也是4年前阿根廷队能拿到世界杯最重要的保证。包括这一次世界杯外围赛，阿根廷也是南美洲最稳的出线队。那么阵型方面，阿根廷主要还是4-3-3、4-4-2、4-3-1-2这3个阵型进行切换。后场门将马丁内斯负责保护禁区，还有给队友巨大的心理安全感，而后卫罗梅罗负责进行侵略性的防守，奥塔门迪提供经验，而利马、巴莱尔迪、梅迪纳进行轮换。边后卫莫里纳偏纵深的推进，塔利亚菲科更稳一些，巴尔科更可能成为进攻型的左路。在中场，德保罗提供跑动和对抗，恩佐负责转移球和推进，麦卡里斯特负责和后场的连接和禁区的前插。到了前场，梅西是自由活动，阿尔瓦雷斯负责压迫和跑位，老塔罗负责禁区内的终结。替补席上还有阿尔马达、尼科帕斯、小西蒙尼提供各种变化。所以过去的1年，阿根廷队最重要的战术信号就是：第一，不再绝对的依赖梅西。他们3月份连续的击败乌拉圭、击败巴西的时候，梅西都缺席，但这支队伍仍然能够提前的锁定世界杯决赛圈资格，并且打出了非常高质量的比赛。第二点，中场才是这支冠军队伍的底盘，德保罗、恩佐、麦卡里斯特，这是最熟悉的3人组，而帕雷德斯、勒索尔索、帕拉西奥斯则可以提供不同的功能。这里面重点关注勒塞尔索，因为4年前他本来是斯卡洛尼体系最重要的球员之一，却因伤错过了卡塔尔世界杯。好，第3点就是边路，像巴尔科、尼科帕斯、小西蒙尼、阿尔马达这批球员不是全部比赛都会首发，但正是他们让阿根廷队有了更年轻、更具冲击力的替补的版本。所以老 K 对阿根廷队的首发预测：门将大马丁内斯，后防线莫利纳、罗梅罗、奥塔门迪、塔利亚菲科，中场德保罗、恩佐、麦卡里斯特，前场梅西、阿尔瓦雷斯、老塔罗，或者是阿尔马达。这就很接近22年世界杯决赛阿根廷队的骨架。但是也有几个问题，第一就是奥塔门迪是否这么大年纪还能保持高水平，第二曼联的利桑德罗马丁内斯他的身体状态好不好，能不能支撑主力中后卫这个位置。第三点，巴尔科是个看点，他到底是作为替补骑兵使用呢，还是关键战役可以打首发。第四的一点，尼科帕斯、小西蒙尼还有何塞洛佩斯，他们3位这届世界杯到底谁能站出来。最后就是看老塔罗和阿尔瓦雷斯是怎么安排。这支阿根廷队优点很明显，4年前的冠军核心仍然在，而且中场的成熟度极高，再加上锋线方面选择也算丰富。最后就是门将马丁内斯真正的大哥气质。不过换个角度看，由于更新换代并不彻底，所以这支阿根廷队跟法国队比并不太豪华。还有第二就是他们的年龄偏大，以及带来的伤病隐患问题。第三点，老将梅西的身体状态会决定这支球队的上限，因为如果想要卫冕，梅西的最后一传和定位球能力仍然是最稀缺的东西。最后像大马丁内斯、像恩佐也包括小西蒙尼等人，他们的纪律问题、场外风波问题都可能在世界杯高强度的舆论环境中成为隐患。所以这一点老将梅西的眼神很重要，梅西看你一眼你大概就知道收敛收敛。那么阿根廷队全队的身价达到了 8.015 亿欧元，最高的是阿尔瓦雷斯和恩佐，他们同以9000万欧元排名队内第一，老将梅西1500万欧元。但说实在的 1.5 亿甚至3个亿你能买得走吗？这个阵容这个身价的阿根廷队也许不能直接和法国、西班牙、巴西、英格兰去比，但是如果只看身价，世界杯也就不用踢了，直接颁奖不就好了吗？许多时候身价这个东西是最没用的，而有时候无欲无求的梅西，在最放松状态下踢球的梅西才最恐怖。老 K 愿意低调一点，称咱们阿根廷队就是边角料大军，但是悄悄的进村打枪的不要，你别一不留神又让梅西夺冠还给卫冕了怎么办？但是客观讲，老 K 心里还是觉得这届阿根廷队的成绩可能不会太理想。那么朋友们，你也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没关系，咱们最后看谁说的更准。好的，继续关注一下今天重要的新闻。马德里竞技因为阿尔瓦雷斯的事情彻底跟巴塞罗那开战，甚至在社媒上直接发布了官宣声明，说自己向巴塞罗那发了传真要签约亚马尔。官方直接写道 Here we go， 我们已经向巴塞罗那俱乐部发了转会报价传真，送上了转会报价。
4张明天Bad Bunny 的演唱会门票，还有1年的 ABC 订阅啊，以及1袋瓜子儿。我们正在焦急等待对方回复，好开始准备官宣。接下来马竞官方又制作了关于佩德里跟拉菲尼亚的 Here We Go 的图片，这是对巴塞罗那挖阿尔瓦雷斯的回应。有意思的是，为了佩德里，马竞官方决定把报价升级为6张周日的Bad Bunny的演唱会门票。最有意思的是，在马德里竞技社交媒体整活期间，德甲多特蒙德也加入了吃瓜的行列。多特先是转发了马竞关于亚马尔的动态，并且配文表示我错过了什么，紧接着又发布了一张裁判做出 VAR 手势的动图，画面中还出现了 Go Check 的字样。紧接着又发布了另一张裁判的动图，像是要为这次转会检查给出最终的判罚。马德里竞技官方是这么解释的：要知道，我们仅用了5分钟就编造出了这条假消息。如今这个时代，真相很容易被篡改，不要轻易相信眼前所见的，尤其是和巴塞罗那相关的各类传闻。那么这主要针对罗马诺说巴塞罗那已经为阿尔瓦雷斯开出了1亿欧元的报价，而随后又有记者传来消息说1亿欧元的报价被马竞拒绝了。随后巴萨又开出了 1.35 亿欧元的报价，可马竞内部人士直接称小蜘蛛是非卖品。近期的转会传言全是炒作，但是从各方消息来看，球员本人倒是很想加盟巴萨。只是马竞的内部人士说，巴萨声称我们马竞已经收到了一份报价，但我们这边什么都没有收到，事情已经结束了，我们非常愤怒，这就是我们表达愤怒的方式。很显然，马竞掌握着主动权，球员受到保护，因为他有5亿欧元的解约金条款，而且他的合同期限很长，要到2030年。马竞对阿尔瓦雷斯非常满意，他签有长期合同，受到保护，我们期待他下赛季继续为我们效力。阿尔瓦雷斯的转会不可能采用固定费用分期付款的方式，也不可能附带一些附加条款，他需要一次性支付5亿欧元，并存入西甲总部。哈哈，这个事情越闹越大，老 K 也不敢站队，因为连知名的转会专家罗马诺也加入了吃瓜群众，他也转发了马竞的官方动态，并配文表示，这就是马德里竞技官方发布的关于阿尔瓦雷斯的声明。好的，让我们看看利物浦，他们过去1-2年一直在跟队内的中后卫科纳特谈续约，但没有办法，最终仍然签不下来。科纳特已经确认将在今年夏天合同到期后离队，他的合同是签到了6月30日。接下来皇家马德里、拜仁慕尼黑、切尔西都会尝试免签他。其实跟利物浦的续约谈判已经接近达成协议。4月20日的时候，科纳特还说我们的谈判几乎已经完成了。可是1个多月过去，仍然没有官宣续约。最后内部人士说，谈判已经彻底破裂，不会达成协议了。这也可能源于本赛季利物浦混乱的局势。这个赛季最终利物浦以第5名结束，而与此同时，其他的一些俱乐部已经表达明确的兴趣，他们已经跟法国球员科纳特展开了更具体的谈判。而皇家马德里在今年1月、2月，他们决定不追求科纳特，这是因为想尊重利物浦俱乐部，不想破坏和红军的关系。皇马通知过利物浦，在2025年阿诺德自由转会之后，不会再从利物浦免签球员了。可这也只是当时传递的信息，而现在科纳特恢复了自由身，就要看看皇马是否会重新追求他。而关于马竞和小蜘蛛阿尔瓦雷斯，其实过去在24年7月到8月，当时小蜘蛛还效力于曼城，可马竞的主教练西蒙尼在那段时间直接给他打了5次电话，强力邀请他加盟马竞，而且当时承诺会帮助他成为西甲的最佳射手。当时小蜘蛛刚刚赢得了美洲杯，尽管曼城也试图挽留，但最终阿尔瓦雷斯出走马竞。但到了西班牙之后，阿尔瓦雷斯的最佳射手梦没有做成，还被要求天天要回撤中场。这一点从阿尔瓦雷斯在马竞比赛的热点图就能看出。2年后的今天，当马竞在客场1-5惨败给比利亚雷亚尔的时候，联赛的收官战之后，主教练西蒙尼又这么说，他说阿尔瓦雷斯都已经这么大了，应该知道自己要干什么。大家都知道阿尔瓦雷斯现在想干的就是去巴萨。 OK， 再看看曼联，现在他们的队长 B 费虽然合同中包含了5700万英镑的解约金条款，可曼联为了留下他已经开启了续约谈判，也愿意给他做出奖励。曼联的态度非常明确，绝对希望他能够继续留下，而对 B 费、沙特和欧洲多家豪门俱乐部都表示出浓厚兴趣。老 K 个人估计，以 B 费的个性，现在曼联有希望能够拿到英超联赛甚至欧冠冠军。
大 B 哥刚刚31岁，还可以在曼联再奋斗个3年嘛。好，阿森纳本赛季为了阿森纳的冠军做出了巨大贡献的因卡皮耶和他的屁股。是的，在对伯恩利那场比赛，因卡皮耶的臀部彻底火了。对此，因卡皮耶最近接受采访表示，说实话嘛，那确实当时特别尴尬。不过后来我也试着去享受它，因为那个画面会永远留在那里，所以还是得学会享受。是的，最近我收到很多消息，还有很多女生给我发消息，还有各种各样的梗图，那些梗图真的有点太夸张了，我觉得他们有些玩得太过火。不过没关系，我对这件事挺淡定的，应该不会影响到我，因为我自己也会笑。哈哈，2026年的阿森纳除了联赛冠军，最能让人记住的就是这翘臀哥呀。沙特方面传来震惊的消息，说克洛普已经同意要执教吉达联合，计划在今年10月就正式到队。俱乐部方面已经批准了德国教练提出的大部分条件，只剩一项要求还没有得到最终的同意。爆出这件事的博主表示，我以全能的真主起誓，这条消息100%真实，愿你们平安。那么世界真奇妙，信不信由你。沙特这种投资结构如果真能把克洛普也挖出来，那只能竖大拇指，真牛，比皇马还牛。 OK， 轻松一下。亚马尔刚刚交的新女友伊内斯加西亚最近在社媒表示，他在自己左胸发现了一个肿块，立刻前往专科医生那里就诊，但还好是良性的。那么这个新闻老 K 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只希望是亚马尔帮忙发现的。好的，转会市场，热刺队已经签下了伯恩茅斯的阿根廷后卫塞内西，双方签约4年。 OK， 明天北京时间晚上12点钟，欧冠决赛，世界杯前最后的狂欢，所以欢迎大家献出 hype 积分，欢迎大家点赞评论热推分享，千万不要忘记订阅我们这个老 K 足球新闻，一个有温度的足球频道。明天直播再见。